大家好，我是唐浩，今天都好吗？首先呢，我们想跟大家说，在我们每一集节目的最后都会有一首诗词，那是我自己写的。因为有朋友反映说他看这么久才意外的发现后面有诗词，所以呢，我们就跟大家提醒一下，像上一集节目的最后呢，就有向铲子超人来致敬的诗。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于朦胧，因为于朦胧案已经发生超过1个月。但是呢，声援讨公道的声量还是依然的非常热烈，没有消退。而且呢，最近持续有台湾的艺人到中国去发展，比方说知名的男演员吴慷仁，还有许光汉等等。所以今天的节目要告诉您3个重点：第一，声援于朦胧的力量为什么经久不衰呢？第二，于朦胧案正在如何改变中国？那中国人民又怎么抵抗中共呢？第三，台湾艺人到中国发展能平安吗？不过呢，现在先请您帮我个忙，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选择所有通知，这样呢就能收到我们未来的节目通知了。前2天有记者问我，为什么像铁链女或者唐山打人案虽然也曾经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好像没多久就热潮消散了。可是呢，于朦胧的案子却是反向发展不但热度一直没有减退，反而有更多的人、更多行动出来要求查真相。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于朦胧是演艺明星，虽然不是顶流，但是呢也是有相当的知名度。像这样的名人都能够被害死的不明不白，而中共当局又一手遮天，草草结案，包庇凶手，甚至呢还全面封杀网络信息，到处抓所谓的造谣者。那这对老百姓来说连于朦胧都能够被党国权贵们害得这么惨那更何况是我们呢？那这个社会根本就没有安全保障，没有社会正义可言了。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于朦胧形象非常好，单纯善良有爱心，还养了2条可爱的狗。但是这样的好人却遭到一帮邪恶权贵残酷的虐待致死，甚至据说还可能涉及到被邪教献祭来帮中共党魁挡灾续命。那这对百姓来说不但是无法无天，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无底线、无人性、无是非，所以呢才会民怨沸腾，坚持查真相、讨公道。那大家知道在共产党统治底下呢，中国的一切圈子都必须依附或附庸在政治圈底下，而中共的政治圈呢是那么的腐败滥权，所以中国的娱乐圈在歌舞升平的背后呢，其实充满了各种贪腐和权色交易、权钱交易和钱色交易，可以说是一个魔坑。那谁想在这个魔坑里面出人头地往往就得通过各种交易来换取中共高官或者是党国权贵来当靠山。当然了，我们不是说中国演艺圈里面没有清流、没有好人比方说杨幂就曾经3度想救出于朦胧，可惜没成功。但是呢，这个圈子里有太多的高官权贵和流氓进来插手缴获了，而于朦胧就是因为拒绝跟他们同流合污，拒绝出卖自己，才会先被雪藏，最后呢又被虐死。所以对许多百姓来说于朦胧就像我们家的邻家孩子清清白白，努力向上，想要打拼一片事业，结果呢却被你们这些流氓权贵迫害到人生画下句号。那这叫我们怎么接受得了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铁链女和唐山打人案对一般民众来说感觉是比较遥远的，所以不太能够共情。但是于朦胧是2000多万粉丝的偶像，经常出现在电视和网络上，所以于朦胧受害就让粉丝们感同身受，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亲友被迫害冤死了，所以呢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特别是刚刚才播完的电视剧《雨尽长安》，是极光光挂名首席编剧，而剧情里还特别设计了一段君王想要拿自己的儿子来献祭，为自己挡灾续命的情节。那跟于朦胧传出被献祭的消息是非常像，但是这段情节是原著小说里没有的，所以就很多人质疑了，你们这帮人是故意在电视剧安插这段献祭，想要张扬你们就是这样谋害了于朦胧，但没人知情吗？还是说你们想通过这种情节来洗脑老百姓，灌输所谓的献祭延寿是正常的，让老百姓也习以为常吗？
那也因为这种种因素啊，所以声援于朦胧的行动到现在是方兴未艾。我认为啊，这起案件确实在改变中国，特别是大面积的改变中国人民。首先呢，于朦胧的受害以及中共压制这起案件的全过程啊，就已经打破了许多人被党灌输的三观，也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以前中共是通过学校和媒体来灌输人民说党为人民服务，党爱护人民，党说的就是对的，还要人民永远跟党走。那我们节目呢就遇到特别多这样的小粉红。但是现在很明显了，是党在隐瞒真相，是党在包庇凶手，草菅人命啊！所以呢，这案件已经敲碎了许多人的党三观，敲醒了很多人重新认识共产党。其次呢，这个案件也在逐渐打破中共灌输的无神论。那大家知道现在各种爆料越传越多，越传越惊人。当然了，不排除有些爆料是中共或者嫌犯刻意放风，用来转移焦点、带风向的。而且这些消息大多数我们都很难查证，还有很多消息都涉及到了鬼神托梦和邪教献祭等等那这些东西过去在中共的无神论底下，很多人民是不接受觉得是迷信。但是这次却有很多人愿意相信了，或者呢至少愿意听进去这些比较灵异的观点。那这说明了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已经破产了。大家看到于朦胧死得不明不白，不但颠覆了党灌输给他们的三观，也让他们愿意去突破无神论的框框，去接受一切有机会查出案情真相的信息。那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特点。那简单说，于朦胧的牺牲敲碎了共产党灌输给人民的思想控制，让一群中国人开始要重新建立或者是寻找一套能够看见真相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还有最引人瞩目的是，于朦胧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中共当局的群体反抗。除了民众自发的通过商场屏幕或写歌等等方式来提醒大家关注于朦胧之外还有3种主要的反击方式。第一招呢，有大批网民在不断的搜集资料，或者到现场调查，抽丝剥茧的找出种种线索和证据，传到海外去爆料，吸引国际媒体和海外自媒体的关注。那包括了英国 BBC、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澳洲金融评论报，还有韩国、泰国、印度等地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那简单说，于朦胧案件正在国际化、全球化，速度比人民币国际化还要快。那这是中共当局跟涉案者始料未及的。第二招呢，粉丝们在海外发起了国际联署请愿，要为于朦胧讨公道。目前已经有超过43万人联署。中共呢原本想一手遮天压下这件事，没想到人民的怒火越烧越旺，让整件事弄得国际皆知。虽然国际社会可能很难去对中共追究这个案件，但是呢，中国人民把家丑外扬打国际战，那这一点呢是很创新的对抗共产党的战术。那第三招，很多人因为于朦胧看透了共产党了，决定加入三退运动，也就是公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不跟中共为伍，不要助纣为虐。而三退运动从2004年启动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4亿5千万人三退了。这对中共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民心已去，大势已去那其实我认为三退是一场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瓦解中共的非暴力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的精神大觉醒运动。因为退出中共意味着人民已经清楚看穿了中共的统治谎言，看透了原来中国共产党才是欺压中国人民、败坏中国民生、剥削中国利益的封建集团，而且根子上还是一个从西方来的境外幽灵。那没有共产党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中国。当然了，或许于朦胧的案件可能不会直接引爆打倒中共的群众起义，但是呢，它会在很多人心里面埋下反共救中国的火苗。那这些火苗将来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集结起来大爆发，把中共送进历史的灰烬里。最近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知名艺人西进中国去发展了，那很多粉丝也就担心了
他们的偶像会不会也像于朦胧那样遇到潜规则甚至是不明不白的遇害呢？那我个人认为，如果是那种简单的权色交易、钱色交易呢，是有可能遇到的。但是像于朦胧这样复杂的事情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中共权贵不会把台湾人当自己人，越高层越根正苗红的权贵在跟邪恶勾当的时候呢，越会把台湾人当外人，因为他们专门欺负自己人。一来是因为他们不信任外人，怕太多的秘密被泄露出去；二来呢，是台湾人是在自由社会里长大的，没有党文化底下那种权力至上、官员至上，不敢挑战权贵的思想。所以如果中共权贵去潜规则或者虐待台湾艺人，那可能很快就会在台湾闹得满城风雨，全台湾媒体一报道全世界都知道了。那不但会让中共丢脸丢太大，还曝光了邪恶勾当，而且呢还会耽误中共对台湾的所谓和平统战。那其次呢，中共权贵干坏事的时候呢，如果对方不屈服，他们可以直接通过公安或者黑社会去威胁对方的家人或亲友，逼对方就范。于朦胧就受过这样的威胁。但是台湾艺人的家人都在台湾那中共权贵不太可能派人到台湾去搞这种黑帮威胁，不然台湾的司法体系就介入调查了，那事情就闹更大。所以呢，我建议台湾的艺人们要冷静地想一想，在中国当艺人绝对是有高风险的。那台湾艺人之所以没遇到于朦胧这样的严重迫害一方面是为了中共要统战台湾，另一方面呢，是因为台湾的自由社会、民主思想以及发达的新闻媒体带给你们隐形的护身符，还有台湾海峡呢保护着你们的家人，所以中共官员跟权贵们才不敢那样的乱来。所以呢，在中国发展演艺事业一定要小心的保护自己，更要珍惜台湾这片家园，否则哪天台湾失守了，台湾人都变成中共的自己人，那到时候所有的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于朦胧。好，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再会。